我们在一起3年半了，从校园爱情到现在，我渐渐地发现他特别自私，特别爱跟我玩小心思。我觉得谈恋爱就是谈恋爱嘛，我做的也挺好的，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他真的特别自私，而且特别的不负责任。没有未来和以后的爱情，怎么才能继续呢？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是有误会的，他应该对我多一些理解。我还是想好好跟他在一起的。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天天吵架，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董24岁，来自贵州服务员；女嘉宾小李23岁，来自山东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恋爱谈了多久了？谈了3年半了。我们是在一场同学聚会上，然后当时也是一见钟情吧。同学聚会啊？对。现在在哪儿工作？现在我呢是在酒店当服务员，他呢就是在做微商。挺好啊。你为什么老说没有未来？没有未来指的是什么呀？因为之前我爸妈一直对他挺不满意的，我特别喜欢他，经过我的坚持，跟我爸妈说他对我的好嘛。其实主持人他之前对我特别好，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要去武汉做志愿者嘛，从我们山东出发去武汉，刚上火车有1个小时吧，我就开始发烧，他在火车上一直在照顾我，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当时我觉得他对我特别好。他要对你不好，你也不会这个要嫁给他，对不对？也不会说服父母，是吧？你父母不满意他是什么呀？就是后来的时候，我父母知道他的家庭条件嘛，然后他又是贵州的，离我们那儿特别远，你说谁家的父母不想让自己家的闺女然后嫁一个近点的地方吗？我父母当时就不愿意，经过我一直坚持，然后他们就好不容易同意了。暑假的时候我带他回家吃饭，在饭桌上就说，既然你们两个都认定了对方，坚持这个事儿，要不就把那个婚事定下来吧。然后就说拿10万块钱的那个订婚的钱嘛。当时我也是觉得以他的家庭条件就是挺多的，事后我就跟我父母说，让他把这个钱给压一点下来，一直跟我父母一直说，那时候说了得有1个多星期然后我父母就好不容易同意6万块钱。结果他也是嫌多，一直跟我拖，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要订婚的这个意思。其实我没有说一直在拖，我也一直在想办法。怎么说呢？对这个事情我还特别就是有点生气，就是谈婚论嫁这种事情，就是应该双方父母进行沟通，这个定金的事情，他父母跟我说，然后我就感觉他父母还是在为难我，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我父母怎么就为难他了？当时我父母就觉得是他家是贵州的嘛，离我们那儿太远了，就觉得让他父母过来一趟也不容易，就先跟他说，让他跟父母说一下，等到真正这个事儿定下来了，然后再让他父母直接过来。所以女生也挺委屈的是吧？对，就那样。我父母怎么能是为难他呢？现在这个钱筹备好了吗？钱还没有，还差。还差一点。你知道主持人他当时是怎么说的？我之前做微商自己存了2万块钱，他就跟我说，拿你那个做微商赚的钱来把你父母糊弄过去。但是我父母怎么能拿我的钱糊弄过去呢？你说谁家的男孩娶媳妇儿的时候，自己1分钱不掏，还要白捞点回去？其实主持人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种。当时呢，我是手头是很紧，然后我们在一块上大学，大4那年，就是做微商的时候，他手上存了点钱。我想的是，他父母也不知道他有这个钱。我想的是，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先给上2万，就是让他父母对我有点就是意见那种想法。明白了。就先拿这2万块钱，我们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对的，或者叫表态是这意思吧？对。但是女生肯定不愿意，说是吧？本来不同意，从不同意到同意，从10万到6万，你小子还这样，对，我就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要跟我订婚那个意思。其实主持人，我们之前分过一次手，就是我们之前大4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没有课了吗？我们就一起做微商。他确实当时他特别心疼我，就自己搬货进货嘛，让我就管那些跟客户交流。开始的时候这一切都挺好的，后来也就有2个月吧，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跟我各种找事儿。那我跟你发脾气不是因为就是当时我们刚开始前面生意还挺不错的，
每个月也能挣上个2000块钱左右，2个人嘛。可是2个月后吧，我却发现我每天的工作量是原来的2到3倍，但是每个月我们在算账的时候，那个钱只涨了500块钱，我就想着这钱有点不对劲，会不会是他就是把这个钱给卷走了，就是吞掉了，也没跟我说。合伙人之间不信任了哦。他其实说白了就是不相信我，我有必要图他那点小钱吗？而且这个账每个月末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写到本子上，让他看一下。之前这个事儿我也跟他解释过，我跟他说过，他根本就不明白，所以之后我才不想跟他解释了的。因为这个事儿，他把他那个钱撤出来了，我们就因为这个事儿分手了。你谁提出的分手？我提的分手啊。我也是一气之下，就是我把钱给撤出来了，他提了分手，我呢也就同意了啊。同意后2个月以后，我呢不好意思，我就做了一个，就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3年多的恋爱照片，做成一个视频的形式发送给他，他呢也就很感动，就复合了。看到那个照片视频，就仿佛看到了我们走过来的这3年多的点点滴滴啊。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跟我复合，不光是因为对我舍不得什么的，他其实还是就是因为他把他撤出来的钱全都花没了。花没了跟复合有什么关系？我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没钱了才来找我的啊？就这种感觉。哎，怎么会有这感觉？这恋爱谈的？因为他当时钱1分都没了嘛，然后他才来找我的。好嘛，你们这个其实也并不是像他刚刚说的，我不是说因为钱没了而跟他复合，我是因为想的是我问你们复合之后经济上出现过什么问题没有？复合之后他还是特别不信任我啊，他不是一直都没有工作，然后无所事事嘛。我就托人给他找了一个服务员的工作，去了之后2个月1分钱都没有存下来，自己挣多少花多少。我就想着一人往一个卡里存500块钱吧。你提出了一个办一张卡是吧？对啊，一人存500块钱，这个钱也是有数的嘛，彼此。但是我发现他还是特别的不信任我，怀疑我要用他那钱去干嘛，图他那点钱。我没有说是不信任你，因为每月工资像对于我现在20多岁的人来说，2000多。其实也攒不了多少钱，朋友聚餐，然后结婚都有送礼的现象，就是他就可能就是觉得我大手大脚，然后我们就商量着寻思，就是一块儿每个人往银行卡存500块钱。可是他做了一件特别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他把我们之间存的钱，他居然给动用了，而且没跟我商量。我觉得我们之前因为微商那个钱的事分过一次手，闹过别扭，我就想着这个钱反正。我先是微商资金周转不过来嘛，然后就去周转资金了。我就想着这些钱我早晚会补回来的，我就没有跟他说，就不想跟他闹这个别扭了。现在好像这段爱情是倒在了所谓的彩礼或者现实面前。我相信老师跟你们仔细分析过之后，你们发现并不是。啊，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你明明在说，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就是图我们家房子。你都这么看不上他了，那你干嘛还要嫁给他呢？你听哪个相亲相爱的夫妻，老婆说：“哎，我老公就是看上我们家房子了。”那能走到一块儿吗？你如果觉得他条件不够好，不能够实现你对婚姻物质上的要求，你就离开他呀。你如果看重的是他的人品，看重的是他的陪伴，包括他的性格、脾气等等，那么你就要默默地支持他呀。所以我觉得你根本没有想好你想要的婚姻是什么。没有人这样说自己相爱的人，我爱的人他是图我房子。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放平，学会尊重，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小伙子，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相信你将来赚钱会给他花，但是你现在都不去努力的赚钱，都不去树立自己的尊严，别人怎么尊重你？你知道彩礼是什么吗？要的不是这6万块，他爸妈要的是你们全家对这个女孩未来的儿媳妇的重视程度。你连开口都不敢跟爸妈说你有多重视她，所以他的失望，他们家人的不满在这点儿，不是彩礼数额的多少，对不对？对。所以你这种对婚姻、对他、对这个整个家庭的不够重视程度，让这女孩越来越觉得你不靠谱，甚至我看不到你身上的志气。人家说你看中我们家房子，你连吭都不敢吭气儿，你连这个志气都没有，你怎么娶她？所以我觉得你先去锻炼自己的内心吧。
我们鼓足勇气去面对生活的不易，你会有所建树的，你会让自己内心充满价值感，你会尊重自己，也会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这样你才能拥有平等的相亲相爱的爱情。现在的你那个气儿还差着一点儿，我希望你加油，做一个有志气的好男儿。好，谢谢。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在你们俩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头，如果与钱无关的事儿，你们俩有矛盾吗？有的。建议你们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再对彼此有一个坦诚的一个沟通，就这样。在大学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在经济上接济他？对。你抱怨吗？那个时候没有。你们俩之间会因为他在经济上接济你，两个人闹矛盾吗？不会。不会。对。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是愿意帮助他的。对。他还你吗？不还。你介意吗？但是他那个时候对我特别好。再问你一点，你在做微商的时候，后来的这个销售量越来越好，你扪心自问，你有没有中饱私囊过？没有，1分钱都没有。那么后来你为什么要去动共同的存款呢？当时是微商的资金周转不过来。你为什么不可以跟他明说呢？我怕我们两个因为钱的事吵架。好，那我就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介意他穷吗？不介意。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自己掏出钱来把这婚给结了呢？我觉得他是当时一直拖，根本就没有要跟我订婚的那个心思，他根本就没有给我一个态度。你要他给你什么态度？其实我要的就是他表明心思要跟我订婚的那个态度，而不是一直拖。但是其实你也没有给他什么态度，你动用两个人的存款而瞒着对方。如果两个人在金钱上都不能坦白，那还谈什么婚姻？我们可以对周围的人不那么坦白，但是对于自己的枕边人，对于自己的爱人，至少在金钱上可以坦白一些吧。但分明是我们没有看到。你说他没骨气是吧？他承认了，他就是没骨气，对吧？没有。啊？有骨气。有骨气啊！你的骨气体现在哪呢？我没看见。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己家庭贫困，不说你多有骨气，至少从微商当中撤出来的那笔钱，你不可能那么早就花了，你应该会节省着用。所以说啊，每个人应该守好自己的本分，在情感上要平等和尊重，好吗？好。在我看来，只是两个没有长成的孩子谈婚论嫁，所以你多少会觉得这个感情里面有太多的别扭，因为没有长大。你们还真别急着结婚，在这个阶段，咱先奔着强大自己走。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我想和你一起走下去，因为我们相识4年多，谈了3年多，感情也一直都在。在生活中，我也是点点滴滴也都在照顾你，你呢也是在照顾我，不希望因为中间有一些所谓的财产啊、金钱而导致我们就是分手什么的，所以我想的是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再去爱你。也许我对你之前的条件确实是太苛刻了，也没有理解你，我以后也会理解你，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也会。好，时间到啊！最后我补充一句话啊，姑娘，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做家长的，咱们都共勉一下啊。你的钱是你的钱，跟你的孩子没什么关系，别把孩子都惯坏了，认为我们家有钱就是我有钱了，你们家的钱跟你有1毛钱的关系啊！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几天喝古方红糖，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看一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我会好好努力。
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好好的再去好好爱你。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诗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在伊贝诗保时节活动期间加10元送一套纯净级保湿时刻透水嫩要保湿伊贝诗。保卫爱情呵护那几天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古方红糖提供的爱情保卫战那几天呵护礼盒一份，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啊，来把礼物送给你们，你们还是好好的，先把自己的事业努力一下吧。谢谢两位，请回吧。前路其实还挺艰难的，慢慢成长吧。今天应该算是一个成长课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金韵 App。